主线任务，对，神给你的呼召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玩一款开放世界的手机游戏，你一头热衷于收集素材、升级装备、接各种支线任务、打怪、送信、抓宠物，样样来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发现主线任务根本没推进，手机系统甚至跳出提醒，建议完成主线任务以解锁下一阶段功能。那一刻你才恍然大悟，啊，我沉迷在一堆支线里，竟然忘了游戏最重要的主线。你是不是也曾在现实人生中这样玩错了游戏？忙着升职加薪、买房买车，追求目标一个接一个，过得很充实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内心空虚。身边的人夸你有成就，你却半夜醒来问，这真的是我该走的路吗？你是否也在支线任务里迷了路，忘了你的人生主线任务？今天我们要来聊聊，你在忙的是支线还是呼召？凯文是一位游戏设计师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不错，生活一切看似顺利。他爱打游戏，闲暇时会直播玩黑色沙漠 M 这种高自由度游戏，他的角色战力极高，装备顶配，还常开课教人怎么打王，怎么刷资源。但有一次，他在直播时，观众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，你这么厉害，那你通关主线剧情了吗？凯文笑了一下说，主线我没打完耶，我主要玩 PVP 和副本，主线太无聊了。观众沉默了几秒，说了一句，主线最后会开放觉醒任务，那才是真正的转职啊。凯文当场愣住，才发现自己列满等，装备全顶，却卡在主线前期，没有开启角色真正的潜能。这事让他心中浮现一个更深的问题，我的人生是不是也这样？看起来很成功，却没在神的主线里。他后来分享说，我以为我一直在前进，直到我发现自己走的不是神原本要我走的那条路。每一款角色扮演游戏 RPG 都有两种任务结构，支线任务可选，有趣，奖励多，例如帮村民找鸡、送信、解谜，意义是增强角色、探索世界。主线任务必做，推进剧情，解锁重要功能，例如拯救王国、觉醒能力、对抗最终 BOSS。 意义是推动游戏整体目的，带角色成长与完成使命。在游戏中，你可以忽略支线，但不能忽略主线。同理，在人生中，支线任务是职业、兴趣、财务计划、旅游、成就；主线任务是你活着的目的与神对你生命的呼召。支线让你活得精彩，但主线让你活得有意义。来看一位圣经人物，他们怎么从支线回到主线。摩西从牧羊支线回归拯救主线，他在旷野牧羊40年，看似稳定平凡，但当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召他，我要差你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才发现牧羊只是支线，他真正的主线是拯救神的百姓。你以为的日常
可能只是神为你预备的前传。人生中的支线陷阱，3种常见错误。1、高分低就正，你达成了很多 KPI， 却始终觉得空虚。你完成了众多人生清单，但没完成神的任务清单。2、支线上瘾症，太忙于装备自己，读书、考证照、投资理财、健身，却忽略你为什么要装备自己。3、呼召回避症，你知道神在呼召你某件事，分享福音，转换职涯，服侍某群人，但你总说等我先忙完现在的事。你不是没听见神的声音，只是你选择先跑支线而已。神的智慧，主线才会启动真正的能力与果效。一位牧师曾说，我们不是要活得多成功，而是要活得准确。活得准确，意思是对准神给你的呼召。就像游戏中，只有完成主线，角色才能觉醒，解锁新技能，进入新地图。你的人生也是这样，只有在神的计划中，你才会找到真正的热情。只有对准主线，你的能力才会发挥最大果效。只有完成呼召，你才会走出不被时间吞噬的价值。如何分辨主线与支线？4个辨识小提醒。1、主线会改变别人的生命，支线只会满足自己的兴趣。问问自己，我所做的有没有让人更靠近神？2、主线需要信心跨出舒适圈，支线只要熟练与努力。如果你永远都驾轻就熟，也许你卡在支线太久了。3、主线会面对邻里的征战，支线通常只是技术挑战。做主线的时候，属灵攻击、内心挣扎会比较多，因为仇敌不想你完成呼召。4、主线的成果不一定快显现，但会留下永恒的价值。支线可能有立刻的成就感，主线的果效常常在多年后开花结语。按下人生主线的继续键。如果你感觉自己这几年忙得很满，却常常空虚茫然，那或许是时候暂停一下，问问神，我是不是跑错了任务？检查你的任务清单，我忙的是神要我做的吗？对准他的呼召，哪怕困难，我愿不愿意走那条主线路？在手机游戏里，跑错支线最多浪费时间，但在人生里，错过主线，就可能错过神原本为你预备最精彩的剧情。主线任务不一定容易，但它会让你的人生不只好看，还有意义。今天你要按下哪个任务的开始键呢？